王林和司徒南数百年后再次相遇，两人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再次相见之时，竟然为抢女人而大打出手。如今，随着王林和司徒南分开，王林来到天运宗拜师天运子，追求大道，而司徒南则是继续逍遥快活。他来到了凤鸾星，那里的女修个个元婴饱满，司徒南便留在这里当起了王爷，日子过得也可说是有滋有味。可惜好景不长，他没过几天舒坦日子，就意外撞见了一桩大秘密。凤鸾星的几位核心人物正在做一些不便公开的假龙假凤之事。在司徒南看来，这修真界里各种事情多了去了，本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自己都没当回事。他觉得有趣，就不仅多看了几眼，还顺手用记录预检把当时的场面给完整的刻录了下来。可能就是这顺手的一录，惹下了天大的麻烦。他觉得自己没做什么，但凤鸾星的那些女修们却被彻底激怒了。他们觉得这是奇耻大辱，立刻对他发布了最严厉的追杀令。整个凤鸾星都开始追杀司徒南。从此，司徒南的好日子到头了，开始了没日没夜被追杀、东躲西藏的逃亡生活，连个安稳觉都睡不成，更别提做什么逍遥王爷了。被逼得没办法，他只能选择不断闭关来提升实力，以求自保。这几百年里，他过得像只老鼠，为了躲避追踪，不得不频繁更换藏身地点。他的闭关场所从灵气充沛的修仙星球，一直换到半点灵气都没有，早已被废弃的荒芜星辰，几乎把所有能待的地方都待了个遍，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熬到出关，修为大涨，他自觉今非昔比，一肚子火气的他直接杀回凤鸾星，准备找那群人算总账。可没想到，对方人数实在太多，而且竟然还不知从哪儿请来了好几个实力强悍的外援，双拳难敌四手。司徒南不但没报了仇，反而吃了一个大亏，狼狈不堪。他也不知道凤鸾星那帮人到底从什么渠道弄来了一种名为御仙御死的诡异毒药。他翻遍了无数古籍，才搞清楚它的来历。这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毒药，据说在当年的仙界尚未崩溃之前，是由无数仙人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合力祭炼而成的。这种毒对凡人无效，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专门针对修仙之人。一旦中了这种毒，根本就无法靠修为逼出，因为它一旦进入体内，就会立刻与中毒者的元神深度融合，不分彼此。它的毒性就体现在名字上，欲仙欲死。中毒之后，先是会有3天御仙的时间，这期间中毒者会无时无刻不沉浸在虚幻的感官刺激中，快速耗尽自己的心神之力。紧接而来的就是3天欲死的阶段，中毒者会清晰感受到自己生命力的急速流逝，濒临死亡，直到第7天便会彻底形神俱灭，连轮回的机会都没有。最可怕的是，从中毒的那一刻起，中毒者实际上就已经丧失了一切修为，变得与凡人无异。万般无奈之下，司徒南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非常极端且另类的方法来对抗毒性。他不得不利用女修作为炉鼎，通过持续不断的双修之法，借助强烈的感官刺激来强行凝聚和稳住自己即将溃散的修为，并巧妙地将毒素的发作状态始终维持在第1阶段的御仙之中，从而拖延时间，不让他向致命的御死阶段发展。好不容易将毒素暂时压住，他便想起了自己的好兄弟王林。当初两人分开之时，王林就告诉了司徒南，要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就来天运星找他。于是司徒南来到了天运星，找王林帮他对付凤鸾星的那群女修。可司徒南来到天运星后，却没有找到王林。原来王林当初与司徒南分开后，便加入了天运宗，随后进入了妖灵之地。这里其实是上古先帝亲临的一座洞府，里面有很多大机遇。王林在里面先是成功突破到了问鼎层次，后来因为遭到天运子等人的联合追杀，王林借助一个神秘通道，藏身天逆珠中，来到了罗天星域。这是一个与联盟星域敌对的星域。后来罗天星域和联盟星域之间发生了战争，王林趁这个机会还回了一趟故乡朱雀星。等他再次回到天运星的时候，实力已经达到了亏灭中期，而且还成为了罗天星域威名赫赫的正品雷仙。此刻的王林已经基本上察觉到了他的师父天运子的阴谋。天运子是想通过吞噬这些徒弟来延续自己的生命。王林这次回来，一方面是不想马上和天运子彻底撕破脸，另一方面是因为妖灵之地又要再次开启了，他想再次进去探索那座上次没探索完的仙帝洞府。眼下妖灵之地马上就要开启，王林为了多找几个帮手，就来到了一个叫水灵星的地方。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王林找到的帮手里面，有一个是某位高人的孙女。这个女孩天赋极高，长得也非常漂亮，在附近几个修仙星球都很有名。因为她的爷爷是一位亏灭期的老前辈，所以一般人也不敢招惹她。而且这个女孩和李木婉一样，都是水灵根。王林可能是出于一种同情和怀念，就把一项能够遮掩容貌和气息的草帽法宝送给了她。这个时间点正好就是司徒南赶到天运星找王林的时候。他在天运星上一打听，才知道王林已经和天运子闹翻了，不在天运星。于是司徒南干脆就在天运星上暂时住下了。司徒南在天运星上待了一段时间后，可以说是名声大噪。他还创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门派红粉宫，他自己当上了公主。不过他这个名声嘛，实在算不上好听，更多的是让人哭笑不得的那种。大概有3个月左右，天运星上几乎各个中小门派的女弟子都受到过他的打扰。好在司徒南并不用强硬的手段，而是仗着自己境孽期的高深修为，打着免费传授高级仙术的旗号，还真吸引了不少女修加入，让红粉宫的规模越来越大。他在宫里整天几千名女修前后簇拥，司徒南好色贪玩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天运星。就这样，红粉宫里的女修越来越多，司徒南的大名也在天运星彻底传开了。
后来司徒南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水灵星上有2个女弟子，长得特别漂亮，其中一个是罕见的天生水灵根。司徒南一听就坐不住了，水灵根确实不错，他心里嘀咕着，我家那个兄弟根本就是块修炼的木头，估计这么多年身边半个女人都没有。要是这个姑娘真不错，我说什么也得帮他抢来当见面礼。想归想，司徒南心里其实也有点没底。他在天运星这几个月，其实一直在打听亡灵的消息，但什么线索都没有。他也曾想过去天运宗里面找找，可整个天运宗被一股极其强大的气息笼罩着，好像完全封锁了。以司徒南现在的修为，想硬闯还真有点困难。这一现象也让天运星的其他修士感到奇怪，但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实这是天运子闭关前下达的命令，封闭整个天运宗，开启护山大阵。幸好天运宗弟子众多，有不少人当时正在宗外活动，其中有几个女修还被司徒南邀请到红粉宫做客。从他们口中，司徒南打听出不少关于亡灵当年在妖灵之地的传闻。这些传闻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司徒南之前也零星听到过一些，如今多方印证，他越听越惊讶，但随后就放声大笑。他还打听到几个月前亡灵确实回过天运星。司徒南仔细分析了前后的事情，觉得亡灵既然敢回来，肯定是有准备的，安全应该没问题。只是他怎么也想不通，亡灵到底凭的是什么？难道这小子修为暴涨了？司徒南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不过他通过多方打听和分析，断定亡灵这次回来的目的一定是妖灵之地再次开启，所以亡灵肯定不会走远，短时间内一定会出现。既然这样，司徒南也就不着急了，专门跑来水灵星给亡灵挑侍妾。望着眼前的水灵星，司徒南忍不住哈哈大笑，神识一扫，整个水灵星顿时地动山摇。作为水灵星实力最强的陈道三子，被这股霸道的力量震得气血翻腾，门下弟子更是东倒西歪。老子今天心情好，把水灵根的女子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陈道三子急忙开启3层护心大阵，黑色光照将水灵星牢牢护住。但司徒南只是哈哈大笑，右手一指寂灭，直接将大阵摧毁。陈道三子吐血倒退，眼睁睁看着司徒南逼近。他发现女子果然是上好的水灵根，大袖一甩就将其卷起。就在他要离开时，一臣子悲愤大喊：“王兄救命！”司徒南听到王兄2字，顿时停下脚步，他化作长虹，直扑亡灵闭关的宫殿。扶风子不得不现身阻拦，就凭你现在这样，也配拦我？司徒南不屑一笑，右手黄泉一指点出，死气弥漫中暗藏一线生机。扶风子被迫后退，司徒南则大步迈向宫殿。亡灵的2个保镖塔山和大头刚要阻拦，就被司徒南随手震退。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王姓之人值得这么守护。当他踏进宫殿100丈内时，脸色突然变得古怪起来。就在这时，无数禁制轰然爆发，朝他疯狂涌来。司徒南双臂一挥，漩涡乍现，将所有禁制尽数破除。突然，一声尖锐的女音从殿内传出，震得司徒南连退数步。只见一个银山女子疾势而出，司徒南急忙施展困仙指，光环层层将其困住。但那女子口吐剪刀，瞬间破开束缚。司徒南往地上啐了一口，苦笑道：“这叫什么事儿？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说着，他一步越过女子，径直向宫殿走去。司徒南在靠近宫殿的地方施展了他名为山洞的强大法术，他将一座巨大山峰的虚影压缩在指尖，形成极具威力的一击，指向宫殿。这时，宫殿内传出一阵笑声，随即爆发出一股惊人的力量，2股力量猛烈碰撞，造成巨大破坏，宫殿瞬间崩塌，地面也被掀起数丈之深。司徒南被这股力量震退100丈，右手发麻，内心非常惊讶。他没想到对方仅凭肉身力量就能破解自己的法术，这让他既震惊又兴奋。于是他决定使出更强大的招式，也就是完整版的山洞一指。这一招是他在蛮荒星经过多年领悟才完善的绝技。亡灵欣然应战，他踏空而上，眼中充满激动和亲切。2人相视一笑，虽然话不多，但千年的友情尽在不言中。他们都回想起在朱雀星共度的往事，内心充满感慨。司徒南再次出手，这一次他调动了整个水灵星所有山峰的灵魂力量，成百上千座山魂的虚影汇聚在他身后，散发出古老而强大的气息。这一指凝聚了整个星球的山魂之力，可以说是司徒南最强的攻击。面对这惊天动地的一击，亡灵也展现出惊人的实力。他大笑着握拳出击，天空中突然出现一条庞大无比的古神手臂虚影，仿佛古神亲自发出这一拳。2股毁天灭地的力量碰撞在一起，产生的冲击波让水灵星的海洋都掀起惊涛骇浪。这次交锋后，司徒南大笑后退，对亡灵的进步表示赞赏。亡灵也同样后退，笑着回应说：“看来司徒南这几百年也没闲着，肯定苦修了不少。”2人都为这次重逢感到由衷高兴。司徒南一生狂傲，朋友很少，但亡灵在他心中有着特殊地位。亡灵也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最后在亡灵的邀请下，2人一起离开，只留下周围震惊的旁观者。陈道三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司徒南之前说要抢人，是为了他的兄弟亡灵。这场看似对决的场面，实际上是2位老友别开生面的重逢方式。